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塔世界。今天我们会从岩冈站乘坐特急列车尼基林1号前往宫崎。由于这3天我们旅行的距离会很长，所以我们使用了 JR 南九州3日券。我们将使用这张票价9000日币的 JR Pass， 从宫崎县乘搭至鹿儿岛线，并到直宿1日游，最后前往熊本县。如果不购买 JR Pass 的情况下，总车票就会是18920日币。所以这么算下来，购买 JR Pass 会非常的划算。在几天前领取 JR Pass 后，我同时也预订了这辆特急列车的指定席车票。大约乘坐了1个小时多后，我们就抵达到宫崎站了。之后我们转乘坐普通电车前往今天要去的景点站青岛。米塔世界。大约30分钟后，我们抵达到目的地了。一进入车站就会看到行李箱储存柜。出站后，眼前会看到交通圈，而交通圈上的布置就是今天我们会去到的地方。在青岛这个地方有一座被沙和海滩围绕的神社，叫做青岛神社。据说在西元1737年前，这里封为神圣之地，禁止一般人入内参拜。后来当时的御肥藩主伊东解禁开放后，就成为南九州的必访景点之一。青岛神社以绝缘闻名，每年都吸引众多情侣慕名来朝圣，而且也是神话之地。在前往青岛神社时，我们经过了一间水果店，被宫崎县当地出产的水果日向夏以及金桔吸引到，所以就买来品尝。根据卖水果的婆婆说，现在刚好是这2种水果的季节交换的时候，所以可以同时吃到2种不同宫崎县产出的水果。日向夏是一种从颜色、果肉、味道到口味都比其他柑橘类水果还要独特的柑橘，而且皮也可以做成料理。相比之下，金桔就比较小颗，但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可以带皮一起吃进去。皮本身的口感有点像陈皮，而且一点苦味都没有，非常特别。买好水果后，我们在前往青岛的途中经过一个青岛亚热带植物园。在这植物园里，有各式各样的植物生长在里面，也有培育热带果树的温室，还有会看到好多棵的蒲葵树。据说蒲葵树在宫崎县是有代表的宝可梦，叫做耶稣蛋。而在宫崎县会看到相关的东西出现，像是巴士或者是水果盖。米塔世界。走出植物园后，就会看到连接青岛神社的尼生桥。据说这座桥梁是在1920年3月昭和天皇在担任皇太子期间建的，但之后在1940年被台风完全摧毁。现在所看到的桥是于1951年9月2日重建的。尼生桥的周围拥有大自然形成的波状岩，据说从青岛神社至南边的金佐岛，约8公里的海岸线距离都是这种地形，但是只有在退潮时才能观看到此场景。这种波状岩地形远远看去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衣板，因此以鬼之洗衣板闻名。鬼之洗衣板也被指定为国家天然纪念物。据说最早的地形是在大约700万年前左右就开始形成，由坚硬的砂岩与柔软的泥岩交替堆叠而成，再经过长时间的海浪冲刷，形成像是洗衣板一样一格一格、一层一层的样貌。此外，这里的沙滩上可以看到许多小贝壳，这些小贝壳和沙子融合在一起的沙也被称之为贝壳沙。继续往神社走，就会看到卖贝壳的小摊位。再往前走，就会看到红色鸟居。鸟居后再走不久就会抵达青岛神社了。青岛神社的建立年份虽然尚不明确，但从国师巡视记的技术推测，青岛神社可能于1200年前就供奉在此。而神社的祭神是焰火火出剑尊三星夜、海神之女风玉姬以及岩锥神。
在这里可祈求婚姻、安产、远行以及交通安全。据说许多新婚夫妇或者情侣都会来此参拜，也被称为婚姻神社，是九州很有名的恋爱神社。而这个就跟一个日向神话故事三星燕与丰玉姬有关。据说三星燕弄丢了从哥哥海星燕借来的鱼钩，正当他愁眉苦脸之际，岩锥神建议他向海神寻求帮助。于是三星燕就照着建议去寻找海神寻求帮助，也因而遇到了海神之女丰玉姬相遇结缘。当我们走到殿门前时，会发现到牌匾上写着鸭臼宫。据青岛的民间传说，这个地方是鸭子来过冬的地方，因而在以前青岛神社就被名为鸭臼宫。进到神社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祈愿，有以射箭为形式的，也有像平常常见的抽签筒，又或者像这种特别的签壳。在这里也会看到10张谱。之后我们来到了这条祈愿绘马的套路，据说这里最多曾有过1000块绘马挂起。再往前走就会抵达到以前的本殿元宫。在元宫的旁边有供奉贝壳的地方，叫做真沙之贝壳纹。据说在海边寻找到贝壳后供奉在那里，愿望就会实现。据说保罗是最好的，但如果找不到，选择自己喜欢的贝壳也可以哦。在元宫的后方有个投瓮所，在这里可以用天之平瓮或者是天之真贝面向投瓮所鞠躬2次，并许下愿望。投进表示心愿达成，投不进但是破碎就表示着除恶开运。而5色的彩铃纸戳代表着不同的祈愿，白色祈愿心愿达成，紫色祈愿平安健康，绿色祈愿学业和工作顺利，粉色祈愿恋爱婚姻美满，而黄色祈愿生意兴隆。如果想要达成什么心愿，就可以买一根纸戳绑在投瓮所旁边的夫妻不愧树的畜绳上。之后我们环了一圈的岛后，就回到了车站。在附近看到一辆行动超市，我们就去买了便当来吃。吃好后，我们就回到车站等待电车的到来，前往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